特意准备了一把管制刀具放在抽屉里，你觉得他会忘记吗？你觉得呢，老鲁？雷星宇放置刀具的日期是3月30日，案发当天是4月15日，时隔半个月，完全有可能。而且雷星宇在口供中也说了，他当时打开抽屉是为了找到一个可以防身用的东西，例如烟灰缸或者钢尺之类的。为此，他还摸索了一番。此后，他才发现柜子里有这把刀。但别忘了，严双喜和程铁这两个受了轻伤的被害人，在谈到摸刀动作时，说雷星宇是在非常短的时间里毫不犹豫地从柜子里拿出了这把刀，这足以证明雷星宇在打开柜子前就知道这里是有把刀的。也有可能是两人串通。这4名被害人及家属聘请了诉讼代理人，要求法律严惩雷星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排除他们有串通的可能性吧。雷星宇为了脱罪，在口供时也有可能撒谎啊，毕竟他面临的是刑事指控。这被害人和被告人谁更有可能撒谎？小沈，就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我同意宇飞的观点。好，我少数服从多数，但是被害人在超越人伦底线的行为上，我希望在判决中也能体现出来，否则我们就是在纵容和默认暴力催收。太好了，总算形成决议了。那我尽快排庭。判决书今天能写完吗？姐，提审雷星宇。啊？我想看看经过这么久时间，他有没有悔罪表现。大家好。哎。啊，方店长，正想找您呢。这是我周末去 Cup 公司拿到的资料，您看一下。我认为骆悠悠和他们的公司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了。好，我回头看一下。您能马上看一下吗？小叶老师啊，我这手上也是有很多的工作的，所以凡事要有个轻重缓急不？骆悠悠的直播地点是在公司，直播内容和直播时间都是由公司决定的，而且所谓的直播酬劳也就是固定的底薪。我还发现他们公司的主播都是有门禁卡的，那跟其他的公司员工没有任何的区别啊。哦。那如果这个劳动关系构成的话，结果是什么？结果是公司应该对骆悠悠的死承担责任，应该按照工伤判赔。所以你认为骆悠悠的死，他的父母就没有责任？当然有责任了，但是在这个案子里面不是主要的责任。骆悠悠的死是因为公司的制度，因为这个公司的制度只规定了这些主播上播的时间的下限，没有上限，这才是导致骆悠悠过劳死的根本的原因。而且我查过很多的资料，还有一些主播也是这样过劳死的，可他们并没有一个逼迫自己的父母啊。小叶老师啊，你的这个工作的确做得很细致，我也看出来了，你很有激情。是，人做工作没有激情不行，但是人要怀着所有的激情去工作，这也很危险。对于一个头脑时刻需要保持冷静的法官，尤其如此。方厅长，我觉得先不要急着反驳，我说的这个话好好想一想，好吧？哎，方厅长，好好想一想啊。若没有激情，法律对我而言是什么？一份工作。雷星宇，关于本案，我还有一些细节向你核实。司法官，我是正当防卫，我无罪。你对检方说，捅刺用的刀是你3月30日从其他地方拿到接待室的。是。在案发时，你说你忘了曾经在那里放过一把刀。
雷星宇，请回答问题。我忘了。你自己放的东西，而且是管制刀具，会忘记？你对事实的态度，我们量刑时会有所考量。我希望你说实话。苏法官，我真不记得了。对于被你刺死的杜红军，和现在还重伤在医院的郭庆，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吗？他们要不逼我，这都没事儿。哎，我问你这事儿你怎么看？什么怎么看啊？你调到立案庭才多久啊？业务都荒废了。我虚心求教，你搞人身攻击，有意思不？来，换一边。哎呦，这类案子我以前都是接触过，但都是一些个网络主播和 MCN 的合同纠纷案。那具体到我说的这个，你觉得能认定劳动关系吗？我得跟你说一下，你要是判定这个劳动关系成立，就是在挑战现有的司法实践。人家要是上诉的话，二审很可能会改判。那难道说那就只能根据以前的判例来吗？这样吧，问问中院吧。问了，怎么说？中院说你们从案件自身出发，嗨，等于没说。是。哎呦，老陈，哎，你这手艺啊，你这好的有点不大正常了都。进步啊！啊，在家没少给嫂子伺候啊。哎，我在家地位比你高啊！急了吧，急了吧！我告诉你，越急越暴露你的家庭地位。那你这个案件还在诉前调解呢？没立案呢。那我给你出个主意，要是调解不成就立案吧。反检分流，你把这个案子分到民意庭来。没听错吧？啊，我们陈大庭长这是在主动给自己揽案子。对呀，我在替你分担啊。你是个庭长，每天在大厅里面站着调研学习新平台，多累。哎，老陈，你绝对是个老狐狸，在我这儿嘴上跟抹了蜜一样。哎，所有难听的话、难办的事儿，全让人小苏去办。你这领导当的太不厚道了不？我怎么了？你说你怎么了？做好人。我跟你说，你别看人小苏啊，这个说话冲，但我很欣赏他。人家实在不像你，你就是个老狐狸。心口不一啊！你是欣赏人家吗？你是怼不过他，给你起外号，叫你方婶儿。我乐意，但我还跟你说，他叫醒你别叫。凭什么我不能叫？这个案子啊，你别惦记了啊，我自己负责到底。哎，这案子再考虑一下，再考虑。又死了心吧啊！哟，方婶儿，找你好闺蜜来啦！谁跟她闺蜜？我认识她吗？不认识，不认识。哎，你等会儿啊！哎呀，正找你呢。找我？想不想换一个地方干看？换到哪儿啊？小苏，我跟你说实话啊，在我心目中，你是咱们全院最优秀的书记员，尤其是在这个统筹能力方面，那真的，你放在民意庭就瞎了，你来我们立案庭，那说什么呢？这不是方庭长要挖我过去跟着他干的。你说要不说这孩子实在呢？啊？你现在就实在一点，你告诉他，你到底愿不愿意去那儿？我不愿意，人家都说这立案庭是法院看大门的，我在这儿干得好好的，我去那儿干。你当着看大门的面，你说他是看大门的，看大门的他会不高兴的。看大门没那么小心眼儿，对吧，方婶？小苏，我跟你说实话，我刚夸了你实在，你就跟他学吧啊！你再这样下去，你们民意庭真的你就成狐狸窝了。方婶生气了，哎呀！太好了，就让他生气啊！哦，多多师傅有事找你。来，去办公室。
你干什么呀你？我要我姐的微博，要什么？我要洛悠悠的微博，我要洛悠悠的微博！来了，小罗。这是我父母的委托书，今天我可以代表我的父母。那你的诉求是什么呢？这个案子随便你们怎么判，我只有一个请求，把我姐的微博交给我。为什么呢？小洛啊，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啊，根据合同约定，你姐姐的所有社交平台都归公司所有。可那个微博当年是我给我姐注册的，但这跟所有权没关系。而且你姐这个微博现在的粉丝量已经达到300万了，你知道吗？那又怎么样？这就意味着，这个微博后续的盈利能力非同小可。应该说，它能带来的经济效益，甚至远远超过你父母要的赔偿金额。这一点你不会不知道吧？你觉得我是为了钱啊？不是，我不是为了钱，那是我姐，她现在人都没了，我要钱干什么？不是，那你为什么非要回这个微博账号呢？我姐人都不在了，那些人，他们还在我姐微博账号底下说：“妈，如果我姐知道，她会怎么想？”我就是想把这个账号要回来，然后注销掉，让她得个安宁。我姐活着，我没有保护好她，现在她死了，我不想再一遍一遍地看着她成为谈资，被议论、被诽谤，甚至被谩骂。他们可以否定我，可以否定我的父母，但是他们不能否定我们之间的亲情。你先忙吧。方宁，哎，骆家旭走了啊，那个，或许骆家旭想要回他姐姐的微博账号，并不是为了钱。您改变看法了？骆悠悠在前一次自杀的时候突然间改变主意，就是因为接到了他弟弟的电话。他弟弟在电话里特别激动地跟他说，他终于被自己心仪的公司给录取了。所以，骆悠悠改变了自己的主意，是因为，至少在那一刻，他想要活下去，他想要分享他弟弟的快乐。虽然他的家里人想要榨取他的剩余价值，他的公司想用他的死去引流，但至少在这个世界上，他还有一份让他牵挂的亲情。法律不能审判法律之外的事情，但我们可以阻止悲剧再次发生。您同意我的观点了？我给您的资料看了。我一直也没反对过你的观点，我就是这个事情我得自己想清楚。但是还是得谢谢你，谢谢你给我提供的这些资料。这个资料不能作为直接证据，因为是我私底下收集的。我当然知道，不过现在骆家旭已经申请法援律师了，你能查到，相信律师也能查到。走了。
方婷，双方交换证据了。好。双方对证人和申请证人出庭有什么问题要问吗？没了。没有。我们现在庭审，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都要公开直播，这个你们都知道吧？知道。看什么呀？看你怎么了？看我就不行，不让你看我就不能看我。干什么？好好说话，这是法院。要打架是吗？打赢了进派出所，打输了进医院。要不你们商量商量，打个平手。坐下。像什么话？你把法院当什么地方了？你们这个案子，现在院里、社会上、新闻媒体都很关注，所以既然现在都不同意调解，那么我们就心平气和把这个事情处理好。所以呢，我们组成了合议庭来审理，由我本人、钟元法官，还有米梦琪法官，我们3人组成。什么合议庭？简单的说呢，就是由我们3位法官共同商议，然后给出判决。当然，我是主审法官，这个事情我会负责到底。双方还有什么问题吗？没了。徐律师。哦，没问题了。好，咱们3天后开庭，今天就到这儿吧。提交新证据，有问题吗？有点小问题，不过没关系，我们回去盘一下。先走吧。宋法官，哎，老龙，我听说你和院长申请雷星宇的案子延长审限了。是，但院长没批。咱们合议的时候已经表决了，是这个案子有新的情况需要合议。老鲁，不瞒你说，小沈的困惑我也有。雷星宇当然有错，但他的确有令人同情的地方。菲姐之前就重新提了雷星宇了，就是想着雷星宇有一个好的认罪态度，好从轻处罚嘛。可是这个雷星宇根本就不领情，他坚持自己无罪。雷星宇，哎，我是在想啊，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这么久了，我们是不是可以找被害人及家属寻求谅解书啊？4个被害人都请了律师，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而且都是天价的赔偿。雷星宇他不愿意赔，他说他自己在外边也欠了巨额债务，会不付出呢？谅解不是花钱买命。老鲁，你提醒的是，不管怎么说，再做最后一把努力吧。请原被告及委托代理人入庭。现在宣布法庭纪律。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大家去中国庭审公开网看主播猝死案的庭审吧。负责鼓掌。快，开始了！实施其他危快点过来！审判的活动行为。你看，进入法庭。哎，直播间的兄弟们，不好意思啊，主播先有点事儿啊。旁听时应遵守法庭纪律。全体起立。请审判长、审判员入庭。请全体坐下。西南省荣州市新城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4条的规定，今天在这里公开开庭审理原告骆辉国、陈素丽诉被告新南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劳动争议一案。现在开庭。下面先核对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基本情况。原告骆辉国
男，1975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诉讼代理人徐天，双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到庭，代理权限，特别授权。双方对双方出庭人员是否有异议？原告没有异议。被告没有异议。经核对，当事人及委托代理人以上人员均符合法律规定，可以参与本次庭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39条、第41条之规定，本案合议庭由审判员方远担任审判长，也就是我本人。审判员米梦琪坐在我左手这位，与审判员钟媛媛坐在我右手这位，3人组成，由周义安担任法官助理，坐在我左前方这位，书记员张佳担任本庭记录工作。鉴于当事人对本合议庭人员均未提出异议，依据法律规定，合议庭人员有权主持今天的庭审活动。现在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原告陈述诉讼请求和理由事实，可以宣读起诉状。诉讼请求如下：一、判令确认原告骆辉国、陈素丽的女儿骆悠悠与被告新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二、判令新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赔偿原告骆辉国、陈素丽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总计100万。三、判令停止使用案涉微博账号。四、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其他详见起诉状。原告对诉讼请求有无变更或增加？暂时没有。下面由被告进行答辩。答辩人新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被答辩人骆辉国、陈素丽的女儿骆悠悠之间签订的是经济合同，是属于平等民商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不存在劳动关系。从收入来源看，骆悠悠的收入主要来源是通过第三方网络平台吸引粉丝获得的打赏或者是分红等，并非直接来源于答辩人。主播的收入来源不具备劳动关系下的工资的特征。从人身隶属关系看，骆悠悠有权自由确定直播内容以及形式、直播时长、直播场所等，答辩人基本不予干预或限制，仅提供经济中介服务，本身并无相应的直播业务，故请求法院依法驳回被答辩人骆辉国、陈素丽所有诉讼请求。被告是否对答辩还有变更或增加？没有。当事人诉辩完毕。依照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原则，首先由原告进行举证。这是死者骆悠悠生前的网上转账记录，支付方都是卡巴卡巴公司，每个月都有，可以视作固定发薪。是每个月都有，但是这个转账日期却是不固定的。还有我之前去他们公司的时候，发现他们的主播都有门禁卡。你们有在骆悠悠的遗物里面发现门禁卡吗？这是骆悠悠在卡巴卡巴使用的门禁卡。我们通过骆悠悠的网购记录发现，他为了方便找人把公司发的门禁卡转换成了数据，成为了可以存储在手机里的模拟门禁卡。好样的，骆悠悠把公司给他的门禁卡改成了手机模拟门禁卡。请被告发表质证意见。首先，第一点，关于支付宝转账的问题，我问过我的当事人，这只是给骆悠悠发的奖金和提成，不是固定的工资。第二呢，发给骆悠悠门禁卡只是为了让他能更方便地进出入公司，仅此而已，这不能代表他就是公司的员工。接下来由被告进行举证。我们第一个证据是鹏鹏与骆悠悠的微信聊天记录。第二份证据是卡巴卡巴公司与骆悠悠之间的经济合同。现在由原告发表质证意见。
所谓的经济合同只是合同的一个名称，而合同的实质内容，我认为还是劳动关系。被告向本院申请证人彭鹏出庭作证，本院依法予以准许。现在传证人出庭。证人，请介绍你的个人信息。鹏鹏，男，汉族。你这到法院来，主要是证明什么？是否清楚？我已清楚证人权利，如实作证的义务及违反义务的法律后果。我保证。哎，我建议啊，咱们多看一看这如实向法庭提供，跟咱们多有关系呢。双方当事人是否有问题要向证人发问？有。证人，请问你在卡巴公司是骆悠悠的同事吗？是。那你具体做什么工作？直播时候的场控。也就是说，辅助骆悠悠的直播工作，对吧？是。请问骆悠悠生前有没有跟你抱怨过原告的一些问题？有。经常的，很多次。都是什么问题？能不能详细说一下？就是要钱，逼悠悠要钱呗。审判长，这是原告向骆悠悠要钱的证据。证人，请问骆悠悠在生前有没有什么极端的行为？自杀算不算？肃静，注意法庭纪律。证人，他为什么产生自杀的念头？有没有跟你说过？他父母逼的。胡说八道！你给他们串通好的。原告，请控制一下你的情绪。你说是被原告逼的，能不能说的具体一点？就是他父母逼他要钱，然后他没有，他就找我借，然后我借给他也不够，就想不开了呗。审判长，我询问完毕。原告代理人，你是否有问题要问证人？有。请问您是卡巴的工作人员？是。那您的工作时间是？晚上7点到凌晨2点。也就是说，骆悠悠生前也是按这个时间段来做直播的，对吗？你说这个棘手的证据是什么？你想在劳动关系上做文章，可我跟这骆悠悠也没有签劳动合同啊，我怕什么？明天他们一定会问你骆悠悠的直播时间，以此来证明在实际的工作当中，骆悠悠是有具体的工作时间的。那我该怎么说呢？主播的上班时间是自由的。自由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喜欢播就播，不喜欢播就不播呗。审判长，我没有问题了。法庭有几个问题想问证人。你说骆悠悠的直播时间是自由的？是。经过调查，骆悠悠自从与卡巴公司签约之后，每天的直播时间都是在晚上7点至凌晨2点，有明显的规律。尤其碰上双11或者618这种特殊的时间点，一般都会通宵加班工作。这就是你说的时间自由吗？这是主播自愿的。我问你的是，你认为主播的上播时间是完全自由的吗？这个，证人回答问题。这个我也说不好啊。本庭宣布，现在休庭10分钟，合议庭进行评议，稍后继续开庭。这怎么走了？这什么意思啊？合议庭要商议。不是法官说了算吗？不，除了独任审判的案子，走普通程序的案子都需要3人或3人以上的合议庭
商议后再做决定。那要是他们3个人意见不统一怎么办？理论上来说，少数服从多数。法官刚才问彭彭那话是什么意思？他们想确认骆悠悠是否是你们公司事实上的员工。那你的意思是有可能判我们输？先别着急，我查过裁判文书啊，之前所有的 MCN 机构和这些网红的纠纷，都是根据复合性合同来去判决的，所以这都是对我们有利的。这个案子呢，之前咱们也讨论过很多次了。你们先说说你们俩的想法。经合议庭评议，本院认为，关于骆悠悠与卡巴卡巴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劳动关系，结合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依据骆悠悠的工作场所、工资发放等因素可知，骆悠悠在卡巴卡巴公司提供的场所工作，由该公司发放劳动报酬，受该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管理约束，双方之间并非相互独立平等的关系，而是存在管理从属的关系，符合劳动关系的法律特征。骆悠悠与卡巴卡巴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本案予以确认。关于公王待遇问题，骆悠悠在主播期间猝死，系因公死亡，其继亲属有权主张公王待遇。卡巴卡巴公司应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相关规定，向骆辉国、陈素丽支付包括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公亡补助金在内，共计100万元。关于骆悠悠微博账号，案涉账号由骆悠悠个人初始注册并实名认证使用，具有较强的个人属性。因骆悠悠已去世，为保护逝者隐私等合法权益，各方应对账号停止使用，包括但不限于登录、更新、删除等行为。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7条、《工伤保险条例》第3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32条、第1033条之规定，判决如下：全体起立。一、确认原告骆辉国、陈素丽之女骆悠悠与被告西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2019年7月10日到2020年5月4日期间存在劳动关系。二、现西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向原告骆辉国、陈素丽支付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一次性公亡补助金，共计100万元。三、现西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立即停止使用案涉微博账号，驳回原告骆辉国、陈素丽其他诉讼请求。本案案件受理费10元由被告新南卡巴卡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南省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完毕。全体坐下。在这个案件中，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人不是机器，人有极限。可当公司所有的制度设计完全趋向于利益最大化的方向时，这将是对人和人性的扼杀。而这个扼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于，它利用奋斗实现自我价值各种成功学说辞作为话术，来让劳动者自发地进行自我剥削。更让人心痛的是，在骆悠悠去世之后，卡巴卡巴公司没有很好地反思自己的工作规则，反而利用此事进行炒作，
吸引公众的注意力，为公司谋利。此种做法有悖公序良俗，应该予以警惕。年轻生命的逝去，让人痛心惋惜。我们应当以正确的方式来寄托对死者的哀思，让死者安息，是对人最重要的尊重。本案判决书将在10日内向双方当事人送达。当事人、其他诉讼参与人可以在庭审结束后5日内阅读，阅读笔录无误后，请签名。本案审理完毕，现在闭庭。方法官，谢谢你。方法官，之前所有的 MCN 机构和网红的合同都被认定是复合性合同，但是现在的结果看起来好像是在挑战现有的司法实践。美国是判例法，我们中国是成文法，具体案例具体分析。我们会上诉的。当然，这是你们的权利。我不知道，妈，我真的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我不会逼他的，我不会逼他的。妈，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妈，我姐现在肯定已经得到安宁了，都过去了。我们要继续推进一站式建设，加强矛盾和分歧的这个源头治理，通过多元解分的方式呢，把许多的矛盾和纠纷呢，都把它化解在诉讼之前。哎，对了，还有一点呢，要用好在线诉讼，为老百姓打官司呢，提供更多的方便。时间差不多了，各位还有什么要跟于庭长来沟通的？如果没有，那咱们就散会。没有了。我有。这个，我倒是有一些工作当中的困惑，想跟于庭长汇报汇报。来，好，你讲。说吧。哎，这2年咱们最高法搞创新，那我们当然是支持的呀。只不过我们感觉这个步子是不是迈的有点太大，也太快了，甚至我个人觉得，多少有点面子工程的嫌疑。那方庭长，那你具体的谈谈，怎么会是面子工程啊？就比方说啊，这个电子卷宗，陈队长啊，这个关于电子卷宗的问题，你也向于庭长汇报汇报。于庭长，电子卷宗推广以来，我个人认为很好，很方便嘛。是很好。你比如说它环保是吧？它容易归档，哎，这优点很多。可是呢，它也有问题。你比如说我们院里这个很多同志啊，尤其是我们院里的这些老同志，他这个眼睛受不了啊，
所以说，我们认为啊，恐怕还是这个纸质的卷宗更好一些。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智慧法院。智慧法院呢，咱们现在在网上开庭，是很好，节省了当事人的时间，那么也节省了我们很多的司法资源。这个网诉网络也是个存在很大的问题。开着庭，要不这边掉了，要不那边掉了，掉线这个问题，你喊我，他喊他，相互喊，弄得跟唱山歌一样。其他言自会状。那这种情况，在其他的基层法院有没有？方厅长说的这个问题啊，大家在实际工作中啊，的确经常遇到。你看，哎，你还有吗？还有，讲，比如说这个智能机器人，就在那个大厅里，没有用不说，自己就在那儿逛来逛去，逛来逛去，非常容易撞到人，尤其老年人，这还是很危险的，是不是？你提的这些问题啊都很好，所以我建议啊，关于新技术呢，让老同志接受，恐怕要有一个过程。不过没关系，可以组织咱们院的那个年轻同志，手把手1对1的教。新技术要是用熟了，那效率肯定比以前要高。这个第二啊，还是要以群众的需求为导向。你比如你刚才说的那个机器人，如果它不能够帮助群众解决问题，那我们要它有什么用呢？那干脆让它下岗吧。哎呀，领导英明啊！啊！方远，什么事儿？坐。你找我到这儿来干嘛？张院长非让我在这儿等他。张院长让你等他，那我来干什么？我跟你说，我有预感啊，要挨骂，所以你在这儿还得陪我一块分担一下。你挨骂，我陪你分担个屁！你先帮我分析一下，哎啊，是不是我今天在会上说错什么了？会上那叫直检，那你就得考虑到后果呀。挨骂你也得忍着呀。你让我回去，我不。我跟你说，陈康，咱们院就因为你这种老狐狸太多，所以才导致我老挨骂。所以你今天必须得在这儿陪着我。老狐狸也有老狐狸的权利。你俩人在干嘛呢？哎，张远，坐下。啊，坐下。方远，我问你，你刚才在大会上说面子工程，什么叫面子工程？啊，你什么级别？副科级啊。你还知道你自己是个副科级啊？你什么都敢说。人家领导平易近人，你就忘乎所以？你嘴上没个把门了？张院，你们聊工作，我去忙会儿啊。站着。你也坐下。领导一幕，不是师傅，你别生气，这不是领导自己主动提出来要让我们说话的吗？而且他们来，他不就是了解情况的吗？那我就实话实说呗。让你说那是领导客气，你还真说？你就是说，也要形成文字向上汇报，这是个流程，你不懂吗？不懂。我不就是怕当时冷场，我就意思两句呗。你真是意思两句，啊？你简直是大放厥词！这大会上这么多人，你让领导下不来台，多尴尬，你知道吗？领导下不来台了吗？你说呢？山婷啊，领导下不来台了吗？是吗？张远，其实开会的时候气氛挺活跃，挺好的。是吗？他也没说错什么话，挺快乐是吧？于厅长他停。不是师傅，你坐下。坐下。不是于厅，我看我们师徒俩真的得保持距离，真的。哎呀，你看当时领导每说完一段，我就说一句领导英明。平时看你挺老成的，怎么这么欠火候啊？你还是太年轻了，这事儿你一定要好好反思一下，知道吧？张院长，其实我看于厅长这个人，他是一个比较开明的、宽宏大量的一个厅长。他行，
我也得说说你的问题。我什么都没说。在会上，你一言不发，什么都不说，跟尊大佛似的。真要是个大佛吧，他也不出声啊。你倒好，一会儿咳嗽一声，一会儿咳嗽一声，干嘛呢？啊，在干嘛呢？你们俩唱双簧是吧？有意思吗？你是民庭的啊，如果最高法民事审判庭庭长到我们这儿来视察，让你提点什么建议或者意见，你该怎么说？我说我该说什么？我该说什么？你别问他，该怎么说？我想起来了，你刚才说的，把它形成一个书面意见，以文字的形式往上报。还有呢？老陈，你这样也不对。我跟你说，最高法的领导到咱这儿来啊，花时间花精力，对他不就是来了解情况，想听到一些反馈吗？是，你还得说。别听他说，我问你呢。那我说实话，说给我听。在一线法官的案件审理过程当中，有一些案件，它的法律适用是不统一的，饱受诟病。就说明最高法院对我们基层法官的培训还没有达到完全，就是还有我们民意庭，人少案子多，是不？大家都很辛苦。行了，说多了。那到底是能不能说？他说的差不多了，虽然有点多，没关系，我都听到了。你呢？那我还想说两句。说两句是吧？行，我听着。能说吗？能说呀。那我就说了。说吧。哎呀，跟我拍桌子是吧？我没拍桌子，我就……你真是想没关系多了。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你也不对啊。怎么不对？起码也是不太对。那你从进来劈头盖脸把我们俩骂了一顿，对，也没听我们俩说，对吧？好，就算不听，那好，咱现在说，我在会上说话了，你骂我，可人陈康在会上啥也没说，你也骂，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那我们现在就弄不明白，那以后再有领导来，我们是说呢还是不说呢？是啊，说，想说什么说什么，啊？就说明我刚才说了一番话，说了这么多，你们俩一个字儿都没听进去是吧？啊？我早说过，现在的干部啊，他不好带。没事儿，再过2年我就退休了，我管不着你们了，你们想怎么干怎么干。不是，师傅，你这就更不对了啊！你这是躺平心态啊！张远，你说过要站好最后一班岗，什么叫不管了呢？对。俩人这时候搭配搭的挺好的啊，齐心合力呀，没事儿，好好干。反正我管不着了，我也管不了你们，你们好好合计合计。师傅，师傅，别叫我。师傅，咔吧公司的律师刚刚递交了上诉状。您不担心2审改判吗？二位，你好了吗？哎，马上。你觉得2审会改判吗？从我个人的感情上来说呢，我不希望骆悠悠的父母胜诉。可是坐在审判台上，是要用法律说话。师傅，我觉得你判的没有问题。还有你觉得？这2年啊，新兴行业不断出现，劳动者和公司的关系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社会在往前走，法律也得往前走。如果一味只是跟着之前的判例走，因循守旧，那是解决不了新问题的。不愧是我师傅啊，站在了历史的高度看问题，整个人的气场果然高大起来。退场2.8米。耶耶！你们少拍马屁啊！我们可真没拍你马屁啊！说真的啊，这个案子要是2审要是原判的话，你就是判了一个歹心案例。哎呀，因为自己的一个案子能推动司法建设，是让人骄傲的呀。没错。但话又说回来了，这个案子要是成了的话，那类似的案子蹭的就冒出来，到时候那累死也忙不完的。所以这2年中央才把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搞溯源治理，从源头上减少纠纷，多元化解纠纷，让老百姓不用打官司，就能及时把纠纷解决了嘛。姐，你也别说了，你说一句呢，他10句都等着你。再说了，咱也能说得过他吗？就是，姐，你话也不少啊，这个赶紧弄好啊。师傅，我要不说的话，大家多寂寞啊，对吧，小佳？对。方厅长，哎，明天我就要回北京了，感谢您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哦，明天就走了，不再多待一段时间了。好，我明天安排院里开车送你，好吧？这个以后呢，有空的时候就常来，就拿这儿当家，多来指导指导我们工作。东西没收呢吧？走走走，需不需要我给你收拾收拾东西啊？姐啊，宋法官来看你了。老杜，你是红军的表亲，你看这个事情，双方能不能达成一个？宋法官，闹了半天，你是来替雷家求情来了。这个事儿我就盘不明白了，明明是红军死了，你为什么一直要替杀人凶手说话？新南省荣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雷星宇定期宣判，以故意伤害罪判处被告人雷星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被告人雷星宇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杜小妹、郭庆、严双喜、程铁各类费用共计人民币8万元。补充材料送到了吗？啊，刚送过来。好嘞。宋法官，哟，生活氛围搞得不错呀，但是不太会打理，那颗都快死了，你看。别在这吹毛求疵。怎么，中院的案子很多吗？看你怎么理解吧。我们刑一庭主要办理重大刑事一审案件，再加上2审的案件。数量不多，但是每件都很伤脑筋啊。现在卷宗少多了啊。哎，你还记不记得上学那会儿，咱们参观法院，这每个办公室啊都堆满卷宗，跟仓库一样。特别是刑厅，我记得当时有个法官跟我说，这个一个案子一面墙，法官天天在砸墙。现在没有那么多墙了。法院推行无纸化办公，这卷宗啊都在电脑里呢。那不费眼睛啊？看纸质也费眼啊，我胳膊还跟着受罪呢。我自己配了副蓝光眼镜，争取晚几年再瞎呗。瞎了也好，早点退休嘛。累归累，不痛苦，我没那么着急退休。哎呀，给你认真的。坐会儿吧，倒杯水。哎，你这眼镜咱们俩情侣的。哎，想倒挺美的，谁给你情侣款啊？
我有个事儿特别好奇，你觉不觉得这个雷星宇的案子，跟当年84年那个案子有点不一样？但是从案情披露来看，两个案子可是高度一致。徐律师，你来中院专门来找我 battle 的，一定要聊这些。那聊点别的。哎呀，当年你要是那个什么点儿，行了行了行了啊，还是聊别的吧。我来给这个案子跑2审。方远承办的案子。他跟你说了？嗯。哎，你觉不觉得方远的判决是在挑战现有的司法实践？你这帽子扣的可是够大的啊！不是，他还是那一套呗，谁闹谁有理。我那个案子那对极品父母天天找方远的麻烦，所以最后方远判我当事人输。这都是你的主观推测吧？你对法院现在还是不是？越界了，越界了。不聊这个，聊点别的，行不行？徐天，我知道16年前你父母的事情，你心里一直有疙瘩，但是法官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法律只能对超过道德底线的行为进行惩罚。所以吸血父母逼死女儿，没有超越道德底线。雷星宇的母亲被那群流氓那样侮辱，那群人没有超越道德底线。不是这样的，很多细节你不清楚。就是因为我对法院很多细节不清楚，所以我当年选择出国当一名律师啊。你不是过来办事儿的吗？我办完了，我也该走了。以后别跟我聊这个。请第332号到5号窗口办理。谁是332号？别挂号啊！谁是332号？我。你去啊！谢谢啊。喂，我和我女朋友去他店里买衣服，哎，我试了一条裤子，一出来，他问我你是不是长短腿呀？当时我女朋友就在我身边，特别尴尬。我说我不是长短腿，她非说我是长短腿，还拿出一个皮尺来要量量我腿的长度。你说这不是有毛病吗？这不是。回去之后，我女朋友就和我分手了，说我是个残疾人。这事都怨她，我跟你说。哎，我现在就要求你，必须在你店面上贴一个告示，向我道歉，向我女朋友道歉。哎，轻点轻点啊，别拍桌子，好好说。你觉得好笑不？啊？是因为你先说我的裤子有问题，我才说出了真实的原因。你本来就是一个长短腿，你知道吗？全世界有3%到15%的人都是长短腿，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长短腿啊！再说了，你的女朋友要跟你分手，她早就想跟你分手了，那是找不到合适的理由。跟我有什么关系呀？关我屁事！我长短腿，我长短腿吗？我从小到大也没人说我长短腿。哎，走，你看，你走，来，你走，我跟你说，就是你故意的，你要故意的。怎么回事？行，别吵了，别吵了。长短腿。哎呀，坐下说，坐下说，好吧？气死我了！别生气，别生气啊！你们这个事儿啊，我也看了啊，不就一句话的事儿吗？哎，你们俩这个事儿啊，实事求是讲，根本就不叫事儿，好吧？就是。所以，听我一句，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不行？行，法官，我听你的。我不同意，必须得贴告示向我道歉。贴什么告示？你有毛病吧你？你的有。别说这种话啊！咱先冷静，都不吵了啊！你看看啊，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让人贴个告示，人家做这个生意，开这个服装店，你门口贴个告示，人来人往的，这人还做生意不？你这什么话嘛？再说了，一句话的事儿，是吧？长短腿怎么了？谁不长短腿？我也长短腿，对吧？他说的对，
你这样，要不我给你贴个告示，贴你家门口去，行不行？哎，就是这样，我出个主意，让他多少给你点赔偿，你听听行不行？好不好？这个你是老板娘是吧？对。你们店里肯定有这个 VIP 卡吧？有啊，充2000打8折。也别充2000了，直接给人家办个8折卡。行。你以后再去买所有东西全部8折。我可不敢去他店里买东西了。再说这8折也便宜不了多少钱。那就7折，7折，7折行不行？行，法官，您说打几折，咱就打几折，我给你这个面子。这面子这也便宜不了多少钱。哎，你怎么回事啊？不光腿有毛病，脑子有毛病。你才脑子不好。你这脑子不好，7折，5折扣啊！不说。哎，咱别的不说，你看看人一个女同志这么痛快，你一个大老爷们儿，你这磨磨蹭蹭的，你给句痛快话行不行？话说这7折已经是你们那儿最高级别的折扣了吧？是不是 VIP？ 当然了，7折那是 SVIP 最高级别的折扣，好吗？哎呦，那这样的话，买100就能挣30，买100就能挣30，真划算哎！那你吃大亏了。是啊，这折打得我心里直流血。哎，你给个痛快话，行还是不行？行，我冲2位法官啊，我可不冲你。我才是冲2位法官好吗？我都是给方法官面子。哦，行，咱不吵了。哎呀，累死了，谢谢你们啊，王姐。调解协议书我已经打出来了，一会儿2位签字啊。行，我同意。消气儿。你这么年轻还用保温杯啊？行，赶快签字啊！老板娘说了啊，老年人才喝保温杯呢。方法官，刚才真的太谢谢你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不用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干什么呀？你刚才说自己是长短腿，我这仔细看了看，这2条腿一边长，又直又好看，还没啤酒肚，屁股哎，你干什么呀？我就是想看看你的尺寸，将来好给你送衣服呀。哎，对了，咱俩加个微信吧，我这朋友圈里发的都是衣服，喜欢什么款式你告诉我，快递给你。谢你的好意啊，我们是法官，不能收人东西。卖给你10块钱一件，我这进货好几百。那也不用，谢谢。哎，那个法官，要不然咱俩加个微信吧？你喜欢什么，我卖给你，行吗？你把他的微信推给我。哦，我没他的微信。王姐，开会了，快！哎，方法官，这儿不能进啊！方法官，腿真长。你别拉我啊，大长腿我跑不过，你知道吗？哎，你去哪儿啊？入国仪式在那边，快开始了。哦，走。哎，不对，这次入围又没我的人，我去干什么？哎，小心眼儿吧，你看，你是个老同志了嘛，你见证这个光荣的时刻多好。走吧，来，一起去。快点，年轻同志，走了。你别老跟着我们。哎，有件事我得跟你说一下。小周啊，到我们民医庭来也是他自己的意愿。你少废话，不存在什么挖墙脚嘛。你不挖他好好的，他自己去了。谁愿意在你们那个立案庭？我就愿意在立案庭。你是庭长，人家就是法官，干嘛在那么苦那么累啊？哎，那什么意思？我这法助也没法干了呗。咱俩的事儿好商量。反正你挖我的人，你就给我等着吧。你看，你不是也想挖小叔吗？谁想挖呀？我干你那种事儿，我告诉你，有一天他来，那也是自主选择。哎，但是小叔你是不可能的啊！小叔现在是小周的书记员，他可以帮助他呀。真的假的？真的。还有小魏，小魏跟小叔俩在谈恋爱。这八卦我怎么知道？不是真的假的？真的，这样他们就可以天天见面了。哎，这也挺好。是啊，不是你这当领导的，你怎么不管一管呢？为什么要管？人家又不耽误工作。年轻人在一起，那么美好的事情，我应该祝福他们。聊得差不多了吧？哟，张燕，这一年年的，看着一批批年轻人入俄，时间过得真快啊。年轻人起来了，
我们也老了。你一点都不老，他们还差得远呢。以后得多向您，多向我们学习。向你们学是对的，跟我们这边学，那就错了。想当年，我们进法院的时候，整个法院系统是个什么文化水平？大学生能有几个？是本科，根本没有啊。那像他们，不是博士就是硕士，我们只不过比他们早生了几十年罢了。论学识，论见识，差远了。中国司法的进步，未来就要靠他们去推动了。这些年轻人，你们要好好带呀。好的，张爷。是张爷。咱们开始吧。你别老跟着我们。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维护宪法权威。维护宪法权威。履行法定职责。履行法定职责。忠于祖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人民。恪尽职守。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廉洁奉公。接受人民监督。接受人民监督。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努力奋斗。宣誓人周易安。老陈，别怪我没提醒你啊。你说，这个主播案判了之后呢，咱们荣州类似这样的案子肯定会一下多起来。你们最好提前做好准备。我怎么觉着你们这个立案庭就是给我们民庭找麻烦呢？你这话说的，我们不比你们更累。再说了啊，你记住，法官不能拒绝裁判啊。我说不过你，你墨水多，但是我们民庭案多人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吧？知道。可是立案登记制改革之后，谁敢不立案？唉，所以说慢慢来吧。最高法布置我们搞这个一站式建设，我们这个平台将来也会大显身手的。关于咱们几边都忙不过来这事儿，我也想好了，多找找相关部门吧，比如说这个文旅局、网信办、劳动争议仲裁委、知识产权局等等等等吧，大家争取开一个联动会议，找找对策。到时候你们民意庭也得派人参加啊。你就是那个操心的命。讨厌不讨厌？还乐？这不都是为了咱们法官共同的荣誉吗？小叶啊，文章写的不错呀。哎，你在这里面提到的那个荣州女主播猝死案，就是我们在兴城法院碰到的那个案例吧？对，都过去这么久了，您还记得？其实啊，这件案子就是个合同性质的认定。有机会的话，你让承办这件案子的法官呢，给咱们中法庭写篇文章。这个课题我关注2年多了，荣州市的这个案子，我觉得不具备典型性。你在文章中的分析呢，我看到了。关于 MCN 机构和主播的法律关系认定，不是1、2件案子就能说清楚的。就算是素人主播，具体到每一个公司的合同，他法律关系的认定也都还不一样。那这家伙说的不错呀！啊，看来在基层没白待，难怪非闹着要到基层去锻炼呢。行，我支持你。你已经知道了。哎呀，你将来就是我们立案庭的人了，那我就是你名副其实的领导嘛。以后咱们得多交流啊，基层的情况得多向我汇报。是。那我先走了。好，去吧。哟，小苏在呢。你好，黄婶儿，来帮安子拿卷宗的。啊。不对呀，这个当事人的身份证号码少了一位。不可能吧？啊？你看，这儿。
这么低级的错误，这又张家干的吧？我看一下。哎，可不，我骂他啊，赶紧联系一下吧，麻烦你补全一下。好好好，火眼金睛可以啊，麻烦了啊，姐。哎呀，还真是火眼金睛啊，小苏啊！一般一般。要不说还是你能干，啊！听说去给小周做书记员了。啊，你们陈婷能放人？放了呀。哎呦，嘴上不说，心里不知道怎么难受的嘛。那我也管不着了呀，我只能先顾我自己了。哦，我知道了，为了小魏去的。恋爱脑，对不对？但我跟你说，小苏啊，方婶还真有个事儿得求你。行，你有话直说。你过去之后，不能光顾着跟小魏谈恋爱。我小周是个菜鸟，你呢是个老书记员，你经验丰富，你得想办法都带他啊。嗯，该说说，该骂骂，明白不？行，您就别操心了，方婶儿。放心吧，不会欺负您的。来，想吃饭？贵的。联系上没有？爸，回来了啊？哎，你吃饭没有啊？我刚买的饺子，整只虾，给你下点儿。哦，我吃过了。哦，爸，有个事儿我想跟您商量商量。不用商量，你不是都已经决定了吗？你这叫商量吗？你这叫通知。你们都知道了？我知道什么呀？知道我去荣州的事儿了呗？去吧，啊，我哪管得了啊？把老父亲一个人丢在家里头，孤苦伶仃的。爸，去吧，没关系。哎呀，人家这是去锻炼啊，我这不是出去玩儿。再说了，我又不是不回来。把自己说这么可怜干嘛？那我得支持是吧？当然了。不过我现在也在纠结，有点犹豫，想跟您商量商量。什么？您知道呀，我一直想去的是知禅亭，结果他们现在给我分到了立安亭。立安亭挺好的呀，啊，立安亭呢接触面广，接地气儿啊，那才是真正的基层，是吧？你才能好好锻炼自己，啊，正好打磨你的心高气傲。爸，听您这话意思，这事儿您干的吧？我为什么要这么干呢？打磨我的心高气傲，接地气儿嘛。没有，不是我看的，真的不是。你说咱们家从小到大啊，只要是你的事儿啊，重大的决定哪个不是你自己拿主意啊？我什么时候干涉过呀？没有啊。立安亭挺好的，是吧？去了好好锻炼锻炼。立安亭真的挺好的。就是您干的。哎，王主任。小周法官，在加班吗？范主任，你听我这声音睡觉呢。那正好，我在你的楼下，你赶快下来吧。啊？叶青，周岩，你怎么在这儿？不是你怎么在这呀？都聊上了啊？哎，王主任，什么情况？你找我什么事啊？给小叶搬家，院里给小叶安排了住处。我一看你不就在这楼上吗？你也住这儿？对，我也住这。你几楼啊？我住顶楼。那不是住我家对门吗？你家对门？住对门好啊，以后将来可以有相互照应。不是王主任，你那个什么情况？人家叶星以后就是我们同事了。我之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我想来基层学习，以后多多关照。这从最高法来我们基层。快办啊！慢点。
这里呢以前是老法院的宿舍啊，这几十年的老楼了。后来法院才搬到现在这个地方。这我妈呢，以前在法院的后勤部门工作，她分的房子。我在这纯属就个蹭住的。哎，刚才我听王主任叫你小周法官，你入阁了。那个就是你来之前的事儿啊。恭喜你。现在总算是有身份的人了，当事人啊，再也不能叫我打杂的了。哎，给我。好，我先上去了啊。我操，这什么东西这么沉啊？里边都是书，你慢点啊。哎呦。哎，你好，请问您是周先生是吗？这个是给您的药。我没有点药。503啊，没错。情商有进步。好多。哎呦！早啊。哎，早。怎么样？腰好点了吗？挺好的，没什么事。你确定？确定啊，谢谢你的药。楼下等你，慢慢来，不着急。哎。王队长，哎，忙着呢。哎，王主任。哟，小叶老师，又来指导我们工作啊？小叶正式调到我们法院了。你不是次次开会都说缺人吗？现在直接给你把最高法的精英给你调来了。王主任，您别这么说。怎么样，该满意了吧？满意，求之不得，这是。满意就行，现在人就交给你了啊。好，小叶老师您先坐。哎，王主任，我送了你。王主任啊，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交代的？没什么了。真没了？没了？怎么了？没什么，我就是有点担心。你担心什么呢？我们这么小的庙，能容下这么大的佛吗？哎呀，你多虑了啊！人家可是一心一意到基层来锻炼的，他现在是你的法助，在工作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想太多，啊。好，那我明白了。好，行。两位，来，重新给大家介绍一下，叶欣、小叶老师，从今天开始跟我们就是一个团队的了，啊，小叶老师，王姐你见过啊？你看这次见面是不是眼睛又大了一点，还胖了一些？王姐你好，你好。小张家，我的书记员，非常优秀。小叶老师好。张佳你好，初来乍到，我对你们基层法院的工作还不是很熟悉。但是我是诚心诚意想要来学习、来锻炼的，也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未来呢，也是想成为一名优秀的法官。方厅长，感谢你。方厅长，这小叶老师那是从最高法下来的，上咱们基层法院，这能做什么呀？我的法助。小叶老师，正好你之前见过的那个小周，他刚刚入额当了法官。哎，你就坐在那儿，啊，这个位置也很好，靠窗，有阳光啊，可以开窗通风。总之，从此以后，咱们大家就是一家人了，千万不要客气。方厅长，那现在就给我分配工作吧。这么积极啊？你看看，啊，
这个，今天下午正好有一个背靠背的调解。张佳，你把那个卷宗找出来给小叶老师。好的。那我跟方婷说。方婷。齐大爷来了。哦，到了这个时间也该来了。那这先等一下，小叶老师，你先跟我去这儿吧。行，叫我小叶就行。张佳，赶紧把那儿擦桌子擦干净，该腾的腾腾，没用的都搬走。我还想着我搬那儿呢。想得美！不是这最高法的下来咱们这儿当法助，哦，真是活久见啊！原告，你在5年前提出离婚，理由是因为儿子患病，现在要变更抚养权，理由很简单，我儿子的病已经好了。这么简单道理，法官你不懂吗？请注意你的言辞。经过前期走访，本院认为孩子和母亲感情深厚，表达了继续跟随母亲生活的真实意愿。被告为患病子女的勇于担当，这种优良美德应当给予鼓励和肯定。我跟你讲啊，拆迁补偿是吧？得公平正义吧？我多大的面积，你政府就应该给我补偿多少。你看我那么大的一间房子，就给了我们一套，我们怎么办？是不是？我儿媳妇马上就要生孩子了，我们3代人怎么住啊？是不是？你这个房子的问题不解决，我们就得住大街了。喂。好，等会儿。你别催，我这有点事儿啊，我马上过来。好。哎呀，齐大爷啊，您这个事儿呢，您也说了无数遍了，是吧？但我也说了很多遍，您这个事儿啊不符合立案条件。您再说，我们法院没办法给您立案。怎么不符合啊？怎么就不能立案呢？就是少给了吗？我跟你说，今天这个问题你不解决，我就不走了。你看，您又来了。齐大爷，我今天忙得很，我没时间多跟您聊天啊。水喝没了吧？我给你加点热。我自己来。我来。我可跟你讲啊，小花，今天你要不给我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坐在这儿不走了。解决，想尽一切办法也得给您解决。但是齐大爷啊，您这事儿啊也不能光按照自己的想法来。怎么是我自己的想法啊？您这个事儿啊，不瞒您说，我昨天还给你们街道打电话了。对了，你们那个街道主任换人了，你知不知道？不知道啊。刚调来一个，叫刘国同，人特别好，也负责任。你这样，我现在就把他这个电话号码给您发过去啊，您先找找他，看看他能不能帮着您协调解决一下。那他们能管吗？必须得管。你看收到了吧？正好我们现在啊，在搞这个溯源治理，所以说我天天跑，我也得老往你们街道跑。您先跟他联系上，看看他能不能帮您协调，好不好？我可跟你讲，小芳啊，他们要不给解决，我还得找你。你找我，我天天在这儿，我又跑不了。我跟你说，小芳，我肯定找你。好，这个您慢点路上啊。